好，那么我们上节课呢，简单的谈到了一个 TCP/IP 的一个协议的基础。那么下面呢，我们谈到了分层以后我们有了7层的模型，同时呢，谈到了一些这个如何去封装和解封装。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详细的每一层的第一层通信线路，也就是说我们的物理层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简单的去介绍一下物理层。对于物理层来说，它规定了什么呢？规定了介质的类型、接口的类型以及信令的类型。对于这个里边来说，我们首先要说到的是介质的类型介质的类型有几种，一种叫做光介质一种叫做光介质，就是用光纤的；一种呢叫做电介质，就是各种线缆。比如说我们的网线是一种电介质，但是不仅仅只有网线是电介质，比如说我们的电话线也是电介质。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无线电波了，对吧？我们现在用的无线那么我们用的无线和手机打电话的时候的那个无线通信的那个无线还真的不一样。比如说还有和谁呢？还和谁不一样？还和这个对讲机我们民用的这种对讲机那也不一样。我们都可以看到保安那儿有对讲机，对吧？那么也不一样。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物理层所规定的。你用哪个频段呢？你用多大的电压呀？等等一系列东西，这都是介质。然后呢，接口类型，比如说我们的网线的头我们现在都知道那个东西叫做 RJ45，网线头是怎么来做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光纤有过一些工作经验的同学可能能知道，这个光纤的接头是不同的有很多样子的。那么光纤是怎么样的？光纤的接口当然了，如果是无线，那么无线呢没有接口的这个形状，但是无线有一些其他的接口的定义。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信令。信令是什么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一些不太好的网线，品质不好的网线接上以后呢不能用有一些品质好的网线接上以后就能用。那么这个呢，就是如何判断这条链路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这个就叫做信令的类型。好，然后物理层还干什么？还规范了在终端系统之间激活、维护和关闭物理链路的电气机械流程以及其他方面的要求，就是这个线路什么样的情况下算作 OK 的，什么算作不 OK 的，什么样的情况下叫做激活，什么情况下叫做不激活，这些东西都是由物理层来规定的。同时它规定了什么呢？规定了电平、速率以及最大传输距离以及物理接头的一些特性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物理层所规定的那么物理层的标准里边，在局域网里面有这样几个标准：802.3、802.4、802.5。我们最常用到的是802.3 802.4和802.5呢，已经几乎现在退出历史舞台了。然后还有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叫做 FDDI 这几个东西基本上现在不用了。我们大多数在局域网内用到的是802.3，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太网那么在广域网链路上比如说有一个叫做 EIA-TIA 的232其实还有什么V.35这个什么振中计的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串行接口等等一系列东西都归这个物理层所定义它是有一系列的标准的好，我们来看物理层的介质。物理层的介质最熟悉的双绞线，当然除了双绞线以外，同轴电缆什么叫同轴电缆？就是有点类似于有线电视的那个线路那个叫做同轴电缆。通常情况下，那个东西我们现在用它来接，一个是接有线电视了，另外一个是接这个视频监控的摄像机那个摄像机有同轴电缆的。当然现在进步了，也有接双绞线的。还有是什么呢？还有是光纤光纤是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种介质了，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光纤到户，还有无线电无线电的电波。那么这是物理层的介质有几种介质。那么物理层的设备有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是中继器，第二个是集线器。其实它们两个可以算作一类设备。那么对于中继器来说呢，只有2个接口中继器只有2个接口，而对于集线器来说呢，会有多个接口你可以认为集线器是多个接口的中继器可以这么认为。那么为什么说集线器这个东西工作在物理层呢？在这儿要介绍一下，集线器或者说中继器这个东西，它最主要的或者说它的工作原理，并不是处理任何的网络数据，而是什么呢？将
我们传递过来的电信号啊，集线器主要是给电信号双绞线用的，将我们所处理过来的电信号进行电压和电流的各种整形，电器上面的一些操作啊，比如说升压啊，比如说调整波形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然后呢再把这个信号传出去。它并不去真正的去操作数据，而是操作的是电信号。所以说，我们认为集线器工作在物理层，因为它操作的东西就是物理层的，所以说我们工作在物理层。我们说它工作在物理层。好了，下面我们来看这个两台设备啊，主机 A 和主机 B， 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方式，通过一条网线，那么一条物理介质，两个设备连起来了。啊，两个终端使用一条能够承载数据传输的物理介质，啊，也称为什么呢？也称为传输介质啊。这个介质嘛，就叫物理介质或者叫做传输介质，把它们两个连接起来了，那么就组成了一个最简单的网络。通常我们管这种方式叫做主机背对背，啊，通常我们称这种方式叫做主机背对背。好，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中间没有任何其他设备，两个设备直接连起来就可以了。那么好，下面我们来看各种介质啊，我们来看各种介质。第一个同轴电缆，这个同轴电缆啊就是这样圆的啊，我们叫做这个同轴电缆的东西呢圆的。同轴电缆的型号啊，主要是看这个电缆的最里边的这条核心啊，就是这条核心，这条里边的那个线芯的粗细决定了这个线缆的型号。当然，这个线缆还有一个东西，电气学上叫做阻，电气的这个方式叫做阻抗。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在网络中啊使用的同轴电缆都是75-5的啊，就是75欧姆的阻抗，然后它的心径是0.5个毫米，那么我们叫做75-5的这么一种电缆。同轴电缆现在基本上不用于数据网络上的数据传输，而是用于这个摄像机啊，或者说有线电视的这种低频信号的传输了。早些年间啊，我还是见过这种同轴电缆的方式的。那么说同轴电缆怎么接到我们的计算机上呢？啊，用这种接头啊，这个叫做 BNC， 这个东西叫做 BNC 接头，这个叫做 BNC 接头。那么这个接头呢，我们有专门的网卡去适配它，就是有一个网卡上面像是有线电视的那个接头一样，你把那个 BNC 接头给它套上就可以了啊，就相当于接上去了。这是它的接头类型。那么在早先呢，我们的网络里边啊有两种规格，一种叫做10-5，这个叫做粗缆，这个网络电缆很粗啊，特别粗。然后呢，它可以最长的传输距离是500米，但是呢，它只有10兆。啊，这两个东西它的传递的带宽呢只有10兆的带宽。还有第二种叫做10-2，那么它呢就是细缆，就是这种缆啊，就是这种缆。那么这种缆呢，它的有效距离呢是185米，就将近200米，所以说叫做2啊。上面那个5呢就是500米。那么这个叫细缆，无论是粗缆还是细缆，它们所传输的距离只有这个距离是有限的啊。然后呢，它们的带宽只有10兆。现在呢，基本上10兆已经不够我们使了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基本上被淘汰掉。好，再往下看双绞线，我们最喜闻乐见、最常见的一个东西。那么对于双绞线来说啊，我们叫做通常呢，我们见到的是这一类的双绞线啊，就是图上的这个片子上面的这个双绞线。那么双绞线呢，我们看到的是8根线4对儿，然后每一对儿线里面有一根彩色的线，然后有一根白色的线跟它绕在一起啊。这个双绞线呢叫做 twist pair。啊，叫做 twist pair 啊，有的时候呢，我们通常见到的这种现象呢，叫做 UTP， 啊，叫做非屏蔽的双绞线，叫做 UTP， 叫没有屏蔽层的。当然啊，有可能你还能见到另外一种，就是在这个外边还包着一层什么呢？包着一层金属的这个很薄的金属的东西。然后在金属的东西在外边才包着这层灰色的塑料皮啊，灰绿色的塑料皮。那么那种东西呢叫做 STP， 叫做这个屏蔽的双绞线。但是无论是屏蔽的还是非屏蔽的，最终呢它的接头呢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叫做 RJ45 的这么一个接头，啊，8条线8根线芯的一个接头。那么其实双绞线呢也经历了一系列的过程，比如说最早先的时候呢，我们叫做10兆的双绞线。啊，10兆的就是我们的3类线啊，我们的3类线2对儿，
就是其实呢它只用2对儿啊，这个叫1对儿啊，每2个线路叫1对儿。那么它呢，我们开始只用2对儿线10兆。然后呢，后面我们出了100兆的，注意3类线只能跑到10兆，而5类线啊，我们说到的5类线是可以跑100兆的，甚至于后边我们出了用4对5类线或者用6类线去运行1000兆啊，1000兆。那么无论是5类线、6类线还是3类线，也无论你跑的是10兆、100兆还是1000兆，那么双绞线的有效传输距离端到端只有100米。这个端到端不是说从你的 PC 到我的 PC， 而是从你的 PC 到第一个网络设备，就是从发出者、从终端用户到他的第一个网络设备，这个之间不能超过100米。如果超过100米，你必须想其他的办法来解决。啊，那么这个就叫做双绞线啊，双绞线的有效距离是100米。好，下面我们来看光纤。光纤呢，其实它也分2种，一种呢叫做单模光纤，一种呢叫做多模光纤。这个呢跟光传输的这个波长啊和这个光波的模式有关系。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的这个黄颜色的啊，我们通常认为就是它是单模光纤。而这种橙色的，通常我们认为它是多模光纤，啊，一般的情况下，在机房里我们会以这样的分辨。但是这个东西呢，也不能说是定死了的啊，因为我见过有很多的这个彩色的光纤的这个跳线，不光这2种颜色，还有其他的，它有的是单模的啊，有的是多模的等等一系列的东西都有。所以说这个不一定，但是呢，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的一个颜色的区分啊，是这样一个颜色区分。这个是光纤。那么光纤呢，其实呢，它是一个极细的玻璃管儿，啊，光纤是一个极细的玻璃管儿，管儿里面填充了一些其他的东西。那它的接头，啊，有光纤，我们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接头，有圆的，有方的，啊，甚至于呢，有的时候你在工作中呢，啊，你还可以看到就是有什么叫大圆头、大方头。啊，什么小圆头、小方头啊，等等一系列的，比如说这一类的啊，这样长得这个样子的叫做 ST， 啊，叫做 ST， 而这样的呢叫做 FC， 啊，然后呢这个叫做 LC， 啊，这样的接头呢叫做 LC， 啊，这是2个 LC 搁在一起，那么这个呢叫做 SC， 啊，就是一般的我们说的大方头就是 SC， 小方头就是 LC， 那么光纤的接头的标准不一样。啊，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我们在买光纤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光纤这个东西不是像双绞线一样，我们可以自己拿把钳子买个头自己去做一做了，而是光纤这个东西呢，在端接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线啊，把这个光纤啊接到这个头上的时候，它是有特殊的工艺，一般的我们人手是做不了的。那怎么办？所以说呢，必须要采用熔接机，或者说是在出厂的时候，这个光纤出厂的时候就给你做好，才能保证这个光纤接头的质量。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你的设备上是 LC 的，是一种小方头，而你买到的光纤是这个 SC 的大方头，那对不起，你真的用不了，你塞都塞不进去。那你说我把这小的塞那大的窟窿里行不行呢？也不行。啊，事实上它只是一个接头的问题。但是这个接头一定要看好了再去买相应的光纤，啊，这个是光纤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光纤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光纤来说啊，它也可以有10兆、100兆、1000兆不同的这样的方式，啊，有10兆、100兆、1000兆不同的这个模式、速度来跑，甚至于现在还有10000兆啊，甚至于还有这个10G 的和25G 的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光纤的出现。那么大部分呢，后期的这个高速链路呢，一般都使用单模的光纤了。当然了，多模光纤啊，在1000兆以下是都可以使用的，都可以使用的。那么对于这个单模也好，多模也好啊，那么在平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单模光纤啊，它的距离相对来说比较远，大概2公里；多模光纤呢会近一点，300多不到500米的样子。啊，那么这个是单模和多模。那么单模和多模的光纤，说为什么要分呢？啊，其实很简单。多模呢，光纤其实和光纤都差不多，它们俩价格差不多。主要
差在哪儿呢？主要差在这个光源上，就是你光纤不是要插到一个那个设备上吗？那个设备上的那个东西呢，叫做激光器啊，就光源的那个激光器，主要是差在那个上面。多模的那个光源，就那个激光器相对来说便宜一些，而单模的呢相对来说贵了一些。所以说呢，这个是有差别的。啊，这个是有差别的，但是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多的呢，由于制造技术的成熟啊，越来越多的呢在往这个单模光纤上去靠拢，啊，特别是数据通信这一块，在往单模光纤上去靠拢。好，这个是光纤的一个光介质。那么再往下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串行线路，这种线路可能大家就不多见了，啊，因为这个东西呢，一般在特定的运营商的一些接口上啊所提供的接口上才会使用到。那么这个线路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接口类型，但是事实上它们都叫做 V.24 啊，主要说的是这个大口，说的是.24的。然后这边这个大口呢是 V.35 的啊，这个是 V.35 的。它们上面呢，也不见得是以太网，其实肯定不是以太网，但是不见得是其他的一些协议啊，有可能是 PPP， 有可能是真中继等等一些其他协议。那个我们说到第2层的时候我们再去说。那么线缆类别啊，就是.24和.35。两种方式，那么它们可以传输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可以看到.24的传输速度还是比较低的，最高64K，啊，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太低了，但是对于以前来说64K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质量了。那么还有 V.35 呢，它可以提供最高到2兆的一个传输速度。那么这个2兆的速度，其实只要线路好的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认为是够用的。啊，当然高清视频什么的，这个可能2兆不够，但是一般的一些业务应用啊，我们的2兆还是够用的。其实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现在更多的这个家庭用户的环境，至少在前3年之前吧，还大部分的人停留在2兆带宽的这么一个互联网带宽的水平上，所以说2兆呢基本上已经够用。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冲突域。对于冲突域来说，什么叫做冲突域？就是我们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我们这样的一种连接方式。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第一种，我们在刚才介绍这个网络拓扑结构的时候，我们介绍到的叫做总线型拓扑。中间呢是用同轴电缆连接的，然后呢，在每个需要连接电脑的地方呢，给同轴电缆这个地方呢做一个接头，然后让它连接到电脑上面。那么整个呢，大家就是在一条同轴电缆上跑。那么在这里面很明显，如果 A 要去访问 B，而 C 要去访问 D 的话，啊，其实看起来是相互不干涉的，但是由于你只有一条总线，而总线上面一定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或者叫某一个时刻，总线上只能有一个数据在传递，而且是一个方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么给 A 传，要么给 CD 之间传，要么给 AB 之间传，这是一定会出现的问题。如果他们2个想同时的去完成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怎么办？这个里边就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冲突，啊，这个东西就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冲突。看 A 发出来一个东西 ，D 也发出来一个东西，大家都想占用这条总线，那么这个总线就叫做就发现了一个东西叫做冲突。那么对于早期的这种共享型的啊总线式的共享网络中，信号出现冲突的可能性非常非常高，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是你接的终端越多，它出现的冲突的概率就会越大，而且这个不是线性增长。那么在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那么一旦出现冲突，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冲突的问题？啊，在这儿我们需要有一个东西，有一个机制，叫什么呢？叫做冲突避让的机制，叫做 CSMA/CD， 叫做带冲突检测的载波真听多路访问技术。啊，这个 CSMA/CD 是这么一个技术。那么对于这个技术来说啊，我们不需要了解太多，因为现在呢，我们现在组网里边，大部分的冲突都已经被我们避免掉了。啊，通过交换机，通过2层的一些设备，我们已经把它避免掉了。那么 OK， 那么在这里边啊，我们简单说一下冲突检测是怎么回事呢？它是这样的，我在发数据之前，就是比如说 A 在想发数据之前，我要先检测这个线路上是否有人在发送数据。如果没有发送数据，我再发；有人发送数据的时候，我就不发了。这个东西叫做发前先听啊，先看看有没有人发送，这是第一个部分，叫做真听。然后第二个，我发现确实没有人发数据了，
那么我就准备我就把数据发送出去，而赶巧了，这个时候 D 也发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D 也是刚好听到这个线路上没有人发出去，他也发出去，这个时候 A 和 D 就冲突了，对吧？那么冲突怎么办？啊，叫做冲突以后叫做随机退避，就是我往后退一个随机的时间，你也往后退一个随机的时间，这个东西两人没有商量过。那么我再去进行一次侦听，等随机时间到了，我再把这个东西发出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他俩退避的时间不一样，比如说你多退一会儿，我少退一会儿，那么少退那个就先把这个东西发出去，多退的那个就等你发完了我再发。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一种机制的出现啊，这样就可以避免这样冲突的一个出现，这叫做冲突避让的一个机制。但是这种机制有其最大的缺点，就是有可能你的网络效率是极其低下的。就是你总发现有人在那儿传数据，然后你的数据总也发不出去。当然，这种情况在特别小型的网络里面，比如说如果就4台机器，那么这个事儿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冲突检测也好，还是这个冲突的避让的时间也好，整个的这个时间单位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甚至于比毫秒级别还要小。就是说我检测一个时刻有没有人发送数据是毫秒级甚至毫秒以下的。啊，它以毫秒或者毫秒以下的这个为单位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对吧？你在1秒钟之内肯定会有一个空闲的周期让我去把这个数据发出去的。但是如果你的设备相对来说比较多了，冲突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那么你的网络利用率真的是非常非常低的。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网络里面，利用率是非常低的，这个叫做冲突域。啊，这个就叫做冲突域。那么对于这个里边来说，我们就说到了一个问题，叫做双工模式啊，我们叫做双工。在我们的网络里面呢，其实有三种模式，通信模式啊。我们先说前2种，一种叫做半双工，一种叫做全双工。什么叫半双工和全双工呢？半双工就是说，在一个时刻或者某一个时间点啊，甚至于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每一个毫秒之内。那么它只存在一个方向的数据，要么你发给我，要么我发给你。但是总的看来，你也可以发给我，我也可以发给你。那么这种情况叫半双工。半双工的代表是什么呢？半双工的代表是对讲机。就对讲机，大家如果有玩过的话，你会发现，哎，要么我说你听，要么你说我听，不可能咱俩一块儿说，那就谁也听不见了。这就是一个半双工的例子。但是其实谁跟谁说都无所谓，都可以说，啊，所以说半双工这个东西对于网络的利用率是比较低的。同样，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问题，冲突域里边，在一个冲突域里边，它所有东西都是半双工的。好，还有一种东西呢，叫做全双工。那么对于全双工来说，是在任何一个时刻，你可以发给我，我也可以发给你。啊，这个东西的典型的例子就是打电话。典型的例子就是打电话。我们打电话就是你在说，我也在说，反正咱俩都能听清对方说的是什么。啊，那这个是打电话的一个全双工的例子。全双工在我们的网络中，我们认为效果是极好的。啊，我们认为效果是极好的，对于网络的利用率更高。好了，这是我们这一节啊物理层的一个简单的介绍。